使用网页版 AI 分析 PDF 文件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它的上下文空间是有限的。当对话次数变多的时候，它的问答效果就会下降。但是换个聊天框又要重新开始上传所有的文件，并且让 AI 去重新建立语境。那么开发的这个工具就能够比较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只需要对每一个 PDF 解析一次，让知识库永远留在本地，这样随时可以对 AI 进行继续提问。这个是工具的主界面，左侧是设置区，右侧是对话区。那么它会对刚刚文件夹里所有 PDF 进行解析，采用的策略是4层退回。普通的文本 PDF 它会首先尝试用 PDF Plumber 进行解析，遇到某些特殊格式它会自动切换到其他的工具。对于扫描件来说，它会采用 OCR 的方式来进行识别。提取完成之后，文本会被切分成不同的小块，每一块都会经过向量化处理，存入本地的向量库。这个过程对于每个 PDF 来说只需要做一次，之后重新打开这个工具，索引会直接从磁盘加载，不需要再处理一遍。这里会对提取的效果进行一个判断，比如说文档总共是136页，这里有效提取也是136页，然后用 PDF Plumber 工具提取了111页，用 OCR 工具提取了25页，同时会对提取失败的文档做一个记录。现在我们对 AI 进行提问，比如说输入一个问题，那么系统会在向量库里检索最相关的段落，然后把它们连同这个问题一起送给大模型生成回答。在回答之前，我们可以看到 AI 将会具体参考哪些段落，比如说来自于哪一个具体的文档，文档的第几页以及相关度得分是多少。这里向量距离越小，就说明这个参考段落与我们的问题是越相关的。然后 AI 主要会生成3个部分的内容，第一个是它在检索段落中已明确记录了参数和条件，第二部分是它对以上数值的整理与评估，以及第三部分是它根据已有信息做的合理补充和推断。我们可以继续追问，系统将会保持上下文的连续性，不需要重复提示 AI 背景信息，它会直接在上一轮的基础上继续分析。如果知识库里面有多份 PDF 文档的话，检索会自动的跨库进行，同时控制来源的多样性，不会让某一份文档独占所有的参考段落。在 AI 模型的选择上，我们可以首选大陆能够直接访问的魔塔社区或者质谱 AI， 不需要任何的代理。如果需要选择更强的模型，我们也可以切换成 Grok 或者目前正在用的 Ollama Cloud。所有的对话历史都会储存在本地文档里，然后即使我们关掉这个网页并且重新打开的话，也能够继续以前的对话。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切换到之前的历史记录，查看此前的一些对话内容，同时也支持将结果一键导出为 Markdown 文件，并且能够保留完整的参考段落和引用来源，方便以后进行整理和归档。那么这套系统的价值就是把临时性的对话变成了持续可复用的知识资产，不管是行业文献或者产品手册，还是研究报告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导入一次反复使用，并且引用是能够追溯的，语境也不会丢失。